通过技术部门分析，在李正强身上的预胫修里边发现的芯片藏有多步骤化学方程式，根据分子结构，基本上可以确认就是新型毒品大黄胶囊。从源头上，我们根除了大黄胶囊大面积流通的可能。除胡庆山、李正强被害外，黄文林也被我们逮捕。根据黄文林的供述，抓获大黄胶囊贩卖人员13人，并在这些人家中提获大黄胶囊共计17公斤，所以，大黄胶囊制贩毒集团已彻底覆灭。根据黄文林的供述，李正强被害现场，所有毒品不翼而飞。我们禁毒大队会继续跟踪调查。那你们认为这个案子能结案了吗？显然不能。虽然这个案子的核心成员我们基本掌握，并成功起获了大黄胶囊的配方，但仓库的毒品去哪儿了？谁抢的货，谁杀的李正强？大黄胶囊还会在什么地方流通？搞清楚了吗？我今天回省厅，走之前，我想对大家提2点要求。找到剩余的大黄胶囊，把新型毒品的证据链形成完整的闭合。被抢走的大黄胶囊，一克都不能少，要把这个案子给我查实了。2，要通过这个案子，把云河的毒品市场彻底撕开。我不管它 K 还是 A， 只要涉毒，就绝不留情，彻底铲除。同志们，云河的毒情并没有缓解。我们依然任重道远，保证完成任务。你进来的时候2个跟我传话了，我是想出不去，你还非要进来，没毛病吧？我听说这里边有个叫鬼手的人，以前是 K 的，他就是个小混混，他能找到什么？他在哪？他在哪个监室？18号监室。在这里面比较横，没人愿意跟他住，所以哎，真臭！我有那么好看吗？新来了，玩什么进来了？你就是鬼手。你知道我？你是谁啊？叫我峰哥就行了，我能救你出去。药劲儿还没过呢吧？滚，赶紧吃药去，没工夫跟你扯淡。滚！还干什么？滚！报告管教，他挑衅我，他说他要杀了我。各自回监室，活动取消，带走。刚来的吧，注意点啊，带走。报告，进来。对，有事吗？我刚进禁毒大队，我想申请了解禁毒大队近3年的所有卷宗。你要做什么？报告刘队，作为禁毒大队的新成员，我有责任熟悉业务，希望您能批准。大黄胶囊案还没破呢，
你查以前的卷宗干嘛？你现在的首要任务是把全部精力用在大黄胶囊案上。刘队，我保证，只用业余时间查看，绝不影响工作。而且我认为，近3年的案子有助于帮我调查大黄胶囊案。说好了，不能牵扯太多精力，不能影响工作。还有，卷宗不可以带回家。是。去吧。林局，我是凯华。陈宇又要查3年前的案子了。怎么查？他要调近3年禁毒大队的全部卷宗。让他查。怎么样？让查了。太好了。咱们什么时候开始？陈宇，你要怎么查？这3年所有关于 K 跟蒙卡的全都找出来。9号。哎，9号是这么开的吗？这3年，我们抓获归档的所有致贩毒分子的信息、材料，都在这儿了。怎么样？拿哪些？来，帮个忙，全搬出去。全搬走啊！帮吧。来，还有一波。都在这儿了，还有什么指示啊？没了，回去吧。回了。回吧，我一个人可以。行，那我们回来啊。回去了。让一下。什么意思？我为什么要让一下？起开！有事儿是吧？
你有事儿你就好好沟通，没有什么话说开了就没事儿。来了，你还真在这查了一夜啊？啊，查了什么了？胡大明，谁认识？胡大明啊，这案子就我办的，怎么了？这个人有什么不对吗？当年我跟吴振峰在境外被劫持，胡大明跟我们在同一辆车上，所以我不相信，这3年间，吴振峰没有跟他有过交集。来，帮我跪倒。哎，那对上了。他3年前出了境嘛，2年在境外，和孟卡当地的迷你五有了联系。1年前回到云河，在自己开的餐厅里贩毒，卖的是海洛因，孟卡货。我记得他当时的陈述是，他是直接从孟卡拿的货。后来我们经过排查，把他给端了，判了，无期。哎，那他老婆跟孩子呢？在云河。哎，安然，等会儿你去找一下胡大明的妻子，查一下他的社会关系，看看能不能查出来什么。没问题。我去趟监狱。我跟你一块儿吧，正好胡大明的关系我熟。好啊，行，我开车，你开。东哥，东哥，有吴振峰消息，吴振峰进缉毒所。东哥，你说他主动投案，又主动进缉毒所，他干嘛？老张希望。西。东哥，我让老张进去，探一探，敲打敲打吴振峰。缜密点。是。你到底什么来头？你是不是聋啊？问你呢。我就是进来接个。你别说阴阳怪气了。问你呢，什么来头？我偷了点东西，我们老大的东西。就这样。我切了5公斤的麻骨，当时我还是他的麻子，我悄悄掉了包。听说你现在在买世界的账，还要杀我。你欠了谁的货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回去好好想想。晚点我会去找你。
29号，这是现禁毒大队的2位同志，找你了解一些情况，好好配合。是。杨警官，好久不见。胡大明，还认识我吗？3年前在瓦林镇，我们坐的是同一辆大巴。哎呦，还真是你啊！哎呦，我说我刚才想，嘿，怎么这么眼熟呢？但一想那会儿那么危险，你会不会？真是，这得有3年了吧？哎呦，这能碰着真好。哦，你现在在禁毒大队，我那会儿看你就身手好。哎，杨警官，我俩那会儿还一块儿打过劫匪呢。后来在雨林里，吴振峰是不是跟你一起逃走的？问你话呢？是啊，他不是把你踹下山坡了吗？我看他身手也不错，我就跟着他了。那会儿都想着活命啊。杨警官知道，我家里有老婆孩子，而且我在境外那年，我老婆还大着肚子呢。她平时身体就不好，不是这儿难受就是那儿不舒服。你说我要再出点什么？胡大明，问你什么你就答什么，听明白了吗？明白。谁救的你们？我再说最后一遍，把东西交出来。就别管我了。别动！要放下！别动！放下！放下！把他放了。问你话呢。孟卡的鸣笛舞，为什么救你们？估计是追杀的人追到孟卡的地盘了呗，他们就把我们给救了。估计是。哎呀，警察同志，那会儿能活着就是万幸了，谁想得了那么多呀？你说是不是？什么？我说是不是？你问我们，我们问你啊。你们被救了之后去了哪儿？哎呀，救了我们之后，被关在鸣笛舞的基地里，关了大半年啊！哎呦，干了好些个苦力。不过现在想，就当是感谢他们的救命之恩呗。之后呢？之后就把我们放了。啊，我跟吴振峰就分开了。你好，我们是云和县公安局禁毒大队的，请问你是胡大明的妻子吗？找我什么事儿？是这样的，我们这次来是想了解一些情况，我会针对这次的询问进行录音，希望你能配合。认识吗？你认识他对吧？瞒着我做生意。我们还是希望你能够配合。配合什么？你们把我老公抓走了，餐厅也开不下去了，天天都有人上门来要债，谁管过我们母子俩？就只有峰哥，他还算个好人，每个月还知道给我们送钱。他自己送来的吗？
你有吴振峰消息了？你看啊，你来问我吴振峰，就说明他肯定是回云河了，对吧？哎呀，说实话，我也挺想他的。这样，下次再来的时候，带他一块儿过来，咱们3个也能叙叙旧，啊？他吸毒多久了？啊？谁吸毒？吴振峰？不可能，他不碰毒的。你怎么这么确定他不碰毒啊？不，他之前是不碰毒的呀。他要是碰毒，那也是我进来以后碰的。你有多久没见过他了？哎呦，警察同志，我已经跟你说过了，我们在梦卡被关了半年之后，就再也没见过面了。你撒谎！峰哥，2个星期前，他给我留了1万块钱。他和你说了什么？这是我的名片，如果你想起了什么，请联系我。吴振峰没有涉毒。我们被关了半年之后重获自由。我看孟卡那边都在做海洛因，我觉得有赚头，就做起了白面生意，用我的餐厅做掩护。那吴振峰呢？他一边在境外打着零工，一边查他父亲的死因。这3年，他都查到什么了？他父亲留给他的线索很少，所以他的信息很不完整，查得很困难。具体的我也不清楚，但是他查到了，当年杀他父亲的不只是毒三，毒三上面还有人。所以如果他要是回云河了，应该是回来报仇。你说毒三上面还有人？谁？不知道，但我只知道他父亲的死跟3年前的云河大毒枭李林凡有关。江湖上都在传，当年的李林凡就是被吴振峰的父亲吴刚给点的，所以才招来了杀身之祸。峰哥不可能犯罪，更不会吸毒，一定要帮帮他。帮他什么呀？你1年多没见过他了，你就那么确定他不犯罪？你跟他的感情一定很深。3年前我在瓦林镇的时候就看出来，你应该帮帮他，帮他报仇。他是个好人。05进来。我说过回来找你，你挺厉害啊！到底是谁呀？你要干嘛呀？我就是个马仔，切了老板5公斤的马。你给我滚蛋！谁告诉你的？啊，这是我干的事，你怎么会知道的？你要干嘛？我以为你没听懂呢。你是 K 的人，我是来救你的。救我？
啊？云河只有东哥说了算，你算老几呀？你看，都干怎么样？有监控呢。这巴掌是还你昨天的，聊聊呗。龚队，对不起。3年了，龚队，我来跟您说句对不起。吴刚的儿子吴振峰回来了，我发现吴刚案跟李林帆案有关联，所以我想来问问您李林帆案。我切东哥那个货藏哪儿，我都告诉你。你到时候把那货给了东哥，替兄弟说几句好话，拜托了，拜托了。我找你是让你带我去见东哥。啊？你也不认识东哥？你是警察吧？我是孟卡的人。嗨，孟卡的呀。兄弟，跟你说啊，这个东哥我真不认识，因为就我这个身份，根本就够不着东哥。那你能够得上谁？鼠哥，我切的就是鼠哥的货，具体他能不能够得着东哥，这我也不知道。鼠哥是谁？他是 K 在云河最大的一个分销点的一个负责人，就是一个地下拳馆。在哪儿？这我就不知道了，因为地方它老变，我在里边都待了这么长时间了，具体在哪我现在真不知道。兄弟，这忙我真帮不上你，那个洗洗睡吧。你最好想清楚了，你打算一辈子在这里躲着吗？如果有一天是东哥找上你，还能像我一样好说话吗？邻居，这么看着我干嘛？李林凡这个案件，你想知道，你可以来问我呀。龚队受过伤，他不能说话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你跑来问他，这不是添乱吗？案件发生在3年前，你还在警校没毕业。当时的李林凡是云河最大的制贩流氓，接到省厅指令啊，
已经查清楚了他的制犯和窝点，由省厅统一部署，要求我们在外围布控围堵。没想到的是，他竟然冲出了包围圈，朝着我们设的那个卡口过来。李林凡，你已经被包围了，放下武器投降是你唯一的出路，听见了没有？冲过去！射击！林局，你说李林凡的海洛因上也印有 K， 你怎么对李林凡这个案件这么感兴趣呢？啊？我去见了胡大明了。3年前我跟吴振峰被劫持，胡大明也在同一辆车上。胡大明说，李林凡是被吴刚点的。您不觉得这吴刚的案子就更有疑点了吗？胡大明说李林凡案件是吴刚点的，证据呢？胡大明是这么说的，那吴振峰也是这么认定的呀。3年前他一直在外追查他父亲的冤情，这也证明了吴刚案是有问题的吧？你听听你的用词，冤情，依据在哪里？胡大明的话可信度多少？我直接认为是可信的。目的，杀死吴刚黑吃黑的目的是什么？告诉我。林局，首先我认为我们在方向上就已经错了。黑吃黑，毒品会留在现场吗？那现场是有毒品的，这明显是栽赃，是仇杀吧？胡大明说吴刚点了李林凡，这是说得通的，至少说明吴刚死是有问题的，而且跟吴刚死有关系的毒三，最后也被射杀了，对不对？吴刚这个案件，我们没有掌握所有的线索。我因为案发地是境外，但是毒三不一样。我们最初掌握的信息就是一次普通的毒品交易案，在现场我没有想到的是，毒三他先掏了枪。追捕过程当中，我们才发现毒三不是一个人，他背后有一个团伙，所以他，哎呀，林局，一个本来有大好前途的人，在外3年一直追查，如果不是查到了他父亲的线索，能让他坚持那么久吗？我比你更想破这个案，但是不是靠个人情感和主观臆断，能破案吗？破不了。龚队，我先走了，以后我会常来看您的。林局，你在这儿呢，正好。龚队，你喜欢的，整只虾的。戒毒所那边来电话，说是吴振峰转监室了。转监室了？什么原因？问了赵所，说是所内正常的监视调整，说得很模糊。查，看看这小子在戒毒所接触了些什么人。老弟，赵所那边不用再问了，悄悄的。你今天怎么了，林局？3年前，但凡我缜密一点，龚队就不会受伤，你就不会被那个艾滋病毒三咬上一口。
到现在，县里的人都以为你，啊，弄得到现在也结不了婚。我的错。喂，爸，哎，婷婷啊，这么晚了怎么还打电话来啊？马上毕业了，我打算出国读研，报了雅思。出国？雅思？婷婷，要多少钱啊2万3。哦，下个月爸爸给你好吗？补习班要得急，你先打过来。爸爸哪有时间去银行啊？手机上那些个玩意儿，爸爸不会。那我上次要帮你绑定，你也不让。婷婷，爸爸好几个月没见着你了，是不是啊？下个月1号我就回来，把钱准备好。哎，下次回来提前告诉我你喜欢吃爸，的。我还有事儿，我先挂了。哎，开华，一半就行了啊，我给转过去。哎，转过去哪有转过来的？不可以，我那还有呢。这开华，上一次的木还没还。哎，龚队，你这怎么能行了？龚队，拿着，孩子不是报雅思了吗？后面还有要钱的地方啊。所以说呀，不结婚有不结婚的好处。昨晚的事情想清楚了。有朋友讲吗？啊？你这才进来几天了，怎么的也得待个1年半载了吧？来，快走！快点啊！我能随时进你们的监视，我就能随时出去。你当我是小孩呢？啊？说点那有用的。谁让你坐这儿啊？滚！吴志峰，有人让我跟你带句话。地上的事少打听。从这儿出去以后，马上回蒙卡。还有你，咋了？切了东哥的火，你以为你能跑得掉？你算老几啊？松开！松开！让你松开！弄死你信吗？弄死我！松开！干嘛呢？哎呦！对不起，凳子没坐稳，摔了一跤。你小心点，安分点啊！哎，都跟上啊！你打算怎么办？这现在东哥的人已经找上门来了。你跟住我，帮我找到2手的全场。现在只有我能帮你，孟卡能帮你。
我今天来见我小时候的一个邻居，叫吴振峰。吴振峰，检测都出来了，第一次吸食麻古，量很小。麻古。风之后吹来无际的风，天之上还是空空天空，脚下路步步沿着初衷，伤和痛是赋予我的光荣。这故事哪怕无人传颂，热血热时刻为你汹涌，总有人和平岁月沉重，突围时燃烧烈火熊熊，谁能看清楚我的背负？唯一的出路是没有退路，牙关起